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苗讲堂。大家过年好，蛇年大吉。这个春节过了，这个马上也立春了。今年立春的话比较早的，2月5号就是立春。那立春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万物复苏。我们这个种菜的朋友也开始要准备种菜了。那大家可能跟我是一样的，每年都会准备很多种子，各种各样的种子，一大堆种子，可以说是琳琅满目。但其实呢，这也是大家最困惑的一个问题。什么品种好？到底到哪里买？因为这个种子的话是我们种菜的根本，如果种子不好，你其他任何的措施都是白费的，这是一个最关键一点。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讲一点，这个种子呢，它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，适应性不好，那它没有保证，还有一个品质的问题，还有口味的问题。那为了保证这个种子的品质的话，我们每年都需要对这个种子公司做一个慎重的选择。我首当其冲，我推荐的就是本地的种子公司，因为本地种子公司的话，它在本地筛选出来的蔬菜品种，适应性有保障，口味上的话，实际上的话，它品种类型多，也有选择的。因为你从外地拿来，那适应性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。那这个适应性的话，它包括这个对气候的适应性，如果气候不适应，它结子这个表现就不好，早早的抽苔了。因此的话，我就推荐在本地找。那本地种子公司其实很多，只要我们自己注意看的话，都能找到。这一个 West Coast Seeds 就是加拿大最著名的一个本地种子公司，用它的种子，那这个适应性是绝对有保障的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个 West Coast Seeds 是照有的朋友的说法，它是西人的公司，那有没有我们这个华人喜欢的品种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有。另外的话，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就是我们这个播种，这是我们很多菜友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看到其他人，比如说他这个收大白菜了，才说，哎，我现在能不能种大白菜？看人家收这个好的品种了，我现在能不能种？这个不可以的，一定要想到我们这个种菜，它蔬菜的生长通常是3个月甚至到5个月、6个月的时间。人家收的时候，其实种的季节，人家是在前边几个月就种下去了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提前有个计划。那过去我做了一个归纳，就是夏菜冬种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夏天收获的菜，需要在上一年冬天来种。典型的，比如说这个大蒜，5月份、6月份开始收这个蒜苗，那个大蒜实际上上一年10月底就种下去了。这些品种的话需要赶早，因为在温哥华的话，比如说蚕豆、荷兰豆，你冬天可以霜冻没有结束之前可以种，但是呢，在多伦多冬天种不了。那我们到开春以后种，但是就是要抓紧。那蚕豆、荷兰豆就属于这个最早要种的，否则你种完以后，它天气热了以后，它还没有开始收获，那就实际上就是把握不好。第二个是秋菜春种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秋天收获的菜，一定要在春天就播种。这个品种就很多了，很多瓜果类品种。那这些品种的话，一般是在3月下旬开始育苗，5月初育栽。为什么这个时候呢？因为我们5月初以后，这个霜冻才能够结束，这些菜育栽出去才不会受害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大棚是另外说。那第三个就是冬菜夏种，我们冬天要吃的菜，夏天一定要种，抓住夏天的尾巴，让它能够在夏天有热量的时候能够成苗。什么叫成苗呢？大概是在播种以后的40天、50天那个时候，大白菜开始初步包心，这个其他菜的话叶子开始成型。这样的话，它在秋天温度降低以后，才能够长成型，有足够的时间发育。那种早了不行，种早了以后，萝卜、甘蓝的大白菜，那抽苔抽得很厉害。好，我们在4月份开始播种的品种，第一个属荷兰豆。荷兰豆的话，我推荐的品种叫 Oregon Sugar Part 2。那荷兰豆的话，我们通常是3月25号左右直播，加盖塑料薄膜保温，一直到5月中旬。因为5月中旬以后温度足够了，
那个时候它属于这种比较耐寒的蔬菜，升温以后不必要再盖了，但是呢，在升温之前需要给它覆盖塑料薄膜，增加温度。它这几个品种的特性其实差不多一样的。那我们种豌豆的话，荷兰豆它有个好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这个密播以后，这个长到30公分、40公分的时候，可以采豆苗的时候，隔行采收，收掉一部分豆苗。另外一行我们要准备采豆荚的，那就不要采豆苗，让它抽蔓搭架上架以后，就可以结出荷兰豆来。这个品种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的品种就是卷须短，叶子柔嫩可口，豆荚嫩的时候也可以吃，老的时候它也没有渣，同样可以吃。而且是它拉秧以后刚好是播种萝卜白菜的一个最好的时候，所以我首先推荐的就是荷兰豆。第二个就是樱桃萝卜。樱桃萝卜的好处是来得快，播种下去以后差不多35天40天就可以稳定可以采收了。那我们同样的在这个4月初直播加个塑料薄膜，到4月底就可以收了。第三个就是紫色芥菜。紫色芥菜的话，播种方法和荷兰豆一样的，4月初播种加个塑料薄膜。那我们4月下旬以后，它就陆续可以长到10公分、15公分，陆续可以见苗吃。密播，然后陆续间隙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从4月下旬起，一直到6月份，陆续都可以有这个叶子菜可以吃，它灵活性很强。第四一个就是生菜，我推荐的品种是 Butter Crunch， 这些你在这个 West Coast Seeds 官网里面都可以找到的。那第5个就是紫色芦笋，那这个紫色芦笋的话，可以用根种，也可以用种子种，但是呢，我建议去这个 West Coast Seeds 定这个根来种，这样的话，当年就可以有收获。你4月初土壤解冻以后，然后差不多到6月份，它长出来有一部分你就可以采吃。这个品种最好的特点是什么？它肉质脆嫩清甜，可以生吃。那到第二类，我们夏天收获的品种，这类品种就很多了。我这里只是做个抛砖引玉，这些都是可以在 West Coast Seeds 官网上找到的。那第6个西红柿，我推荐的品种叫 Pink Brandy Wine Organic。播种的时间，我3月中旬育苗，5月中旬移栽，移栽的初期加盖塑料薄膜覆盖，一直到6月底。它收获的时间是从8月初开始收获。它的特点是果型大，结果多汁，味道丰富，抗病性强。这个西红柿的品种的话，品质和抗病性这2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第7个茄子，育苗的时间跟这个西红柿类似的。那第8个甜玉米 Sweet Corn。Sweet Corn 的话，5月中旬直播。那种玉米最要注意的就是2点，一个种植的时候相互之间至少要有足够的这个距离，至少有玉米，不要太密。密了以后授粉不好，你种密了还不如种稀的，因为玉米有一个授粉的问题，如果你太密，它这个叶子摘单以后，这个花粉这个授粉不充分，那结子就不好。好，到第2点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防鼠，就是防松鼠、老鼠、花栗鼠，还有这个浣熊。因为这种子播下去以后，老鼠、松鼠会来把种子偷掉。那最好的防鼠措施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种植的外部一定要有这个非常可靠的围栏，因为各家的条件不一样，因此的话，做法上需要根据具体的条件来做防范。那到第9个就是西葫芦，5月初育苗，月底移栽，加盖塑料薄膜覆盖到月底。那西葫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对氮肥非常敏感，不需要太多的氮肥，你甚至就是不施氮肥都可以。因为氮肥太多，它长太多叶子，相反结得不好。这个西葫芦的话，我们中文就叫黄金西葫芦。它收获期是6月中旬收获，外皮光滑金黄色，果肉柔嫩，味道甜美。最重要的，它抗白粉病，它比这个其他绿色的这个西葫芦
抗病性要强很多。那我们种植起来也省事，也不会受那种黄瓜虫的这个祸害。那第10个黄瓜，这个黄瓜的话，它是一种水果型这个黄瓜，跟我们这个有的朋友从天津带那个水果黄瓜，是接近的、类似的。因此的话，你不要说这个没有好吃的黄瓜，它很好吃，味道脆甜，皮薄，耐寒性强，耐白粉病。那到秋天播种的品种，11豹子甘蓝和12羽衣甘蓝，属于耐寒性特别强的品种，到零下20度都不会冻坏，而且在那个时候味道非常好。去年我们家在这个菜地里面种了以后，2个甘蓝品种成了这个11月份、12月份主要的这个蔬菜品种，吃起来味道非常好。它的播种时间我建议在6月中旬，这个收获时间是11月、12月。那个羽衣甘蓝播种时间7月中旬，收获同样在7到12月都可以。只是有一点，羽衣甘蓝的话，它没有经过霜冻之前的话，大家觉得这个叶子比较硬，不好吃。因此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养10月份下霜以后再开始采收，那个时候就好了。那第13个新丽美萝卜，这个萝卜的话，肉质紫红色，特别耐寒。怎么让它繁冻呢？我们在7月底播种，然后到10月底下霜，开始下第1次霜的时候，就把它深埋，埋30厘米厚的土。这个新丽美萝卜上冻以后解冻来吃，味道特别好，风味没有影响。但是我们避免的什么？避免以后就上了冻解冻，然后再反复冻，再解冻，这样味道就变了。但种萝卜也还要注意，播种以后要盖防虫网，防止根区，因为根区是比较厉害的，它容易损坏这个萝卜的根。看着叶子好好的，如果被它损坏以后，那萝卜就吃不成了。那第14个就是包心大白菜，这个包心大白菜是我种过的所有大白菜品种当中，我试过的大白菜品种起码10个以上了，所有大白菜品种当中最好的一个。我们在8月初播种，11月到12月就可以开始采收。它包心包得特别好，耐霜冻。我们在霜冻来临前生完，把这个白菜全部用土埋住，就是防止它上冻以后解冻，然后再解冻，防止这种。用土盖好以后，让它一直等到这个11月底，那一次冻结实以后，趁着这个没有雪的天气，我采回来放到车库里面。那个时候车库的温度已经到了零下5度，这个情况的话，让它冻着就冻着，我们吃一颗拿一颗，吃一颗拿一颗，一定不要拿进室内来，就是不要拿到这个温度零上的这个温度，最好的温度是零下5度左右，然后随吃随起，随时随起。那我们这个下一期的这个节目就是关于蔬菜的育苗。这个育苗的话，我们通常在3月初做准备，然后3月中旬开始陆续育苗。具体请看这里。